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常福并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早年间他只是一个烧窑的瓦匠，凭着力气干活，直到他娶了自己的妻子王氏，生意突然就有了好转。他的手很巧，烧出了几个十分好看的瓷器，被一个大户人家高价买走。后来他便不再烧廉价的砖瓦，而是主要为县城的大户人家供应瓷器。他烧出来的瓷器越来越好，名气也越来越大，甚至有好几个都被推荐到了宫里。他一向为人低调，但喜欢交朋友，尤其是生意场的上朋友，所以生意才会蒸蒸日上。后来他有了足够的钱，觉得自己不用再那么辛苦，便将手艺传给了3个徒弟，自己只负责检验质量和销售。常福的朋友遍布各行各业，上到官府，下至集市，他走到哪里都能说上2句话。闲下来的常福眼见着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，开始不安分起来，逐渐开始插手其他行业的事情，直到后来这附近所有的生意都有了常家的身影。常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县令。有人若是碰上麻烦事，只要能够求到常福之中，一定能够解决。不过若说到常福的不安分，还要数他找女人这一方面。常福虽然已经快50岁，可欲望比年轻人还要强。他的正室夫人王氏并没有为他诞下子嗣，而且在常福发迹后的第3年就患病去世。常福便开始不断搜罗漂亮女子供自己享用，其中不乏他人的妻子和寡妇，惹得天怒人怨。常福手段很硬，权势很大，虽然做了许多令人不齿的事情，但几乎没有人能借助官府的律令将他绳之以法，因为他手中的钱总能摆平一切。不过无论权势大小，只要敢做坏事，就一定会有人拼死反抗。李长生就是其中之一。李长生只是一个开酒馆的小老板，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张云翠。他决心和常福作对，也是因为张云翠被带到常府待了3天3夜没回家。李长生去常府找自己的妻子，被人带到了常福的屋内。他看着张云翠衣衫不整，满脸泪痕地望着自己，李长生整个人都要抓狂了。可还没等李长生发狂，常福就已经让下人把他按倒在地，又让一个鞋底满是污泥的下人踩着他的脸告诉他，张云翠已经是常福的女人，希望他不要介意。那个下人的口气很是诚恳，不过脚下却不断在用力，污泥抹进了李长生的嘴里，又苦又涩，可他无能为力，只能不断扭动着身体，如同污泥里的爬虫。所有的人都认为李长生只是一个小酒馆的老板，不可能与常福作对。李长生也这样认为，直到又有一件事情彻底让他绝望，开始不惜一切代价报复。李长生的妻子张云翠被带到常府的时候刚刚怀有身孕，常福不但没有放过她，反而变着法地折磨她。张云翠流产了，常福又嫌她不吉利，便将她送给了一个为常府看门的丑男人袁武。袁武已经40岁，眼斜嘴歪，所以一直没有讨到老婆。不过他有一身硬气功，据说刀枪不入，而且为人机警，深得常福的器重。常福总是说有袁武守门，就算常府将2扇大门全都拆除，也不怕。李长生得知此事，流着泪跪在父母的牌位前，磕得头破血流，请父母饶恕他的不孝之罪。常府得罪的人很多，不过大部分都是常府的下人们胡作非为，只有出了事，他们才会求常府摆平。如果没出事，常福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李长生找了15户被常府欺辱过的人，提出要联手反抗，可那些人一听，根本不敢说话。最后，李长生在30里外有一个叫万花楼的青楼里
找到了一个女子，那女子名叫何雅。何雅与常府的管家常贵是同乡，只因为有一次外出游春被常贵看上，强逼着做他的小妾。何雅不愿意，常贵便让人将她圈禁起来。何雅逃走了3次，都被常贵抓了回来。常贵一生气，便将她送到了万花楼，让青楼的老鸨看管。不过何雅不接客，只服侍常贵一个人。李长生在万花楼见到何雅的时候，何雅只是呆呆地坐着，两眼空洞，如同木头人一般。李长生见到何雅的第一句话，便是问他想不想报仇。何雅满是讥讽地看着李长生，道：“你若能让我逃出这个鬼地方，我就做你一辈子的奴仆。”李长生笑着道：“我不要求你做我的奴仆，但我能让你做常贵的主人。”何雅眼睛终于有了光彩，不过很快又暗了下去。她淡淡道：“谁不知常贵是常府的管家，在附近的几个县一手遮天，谁能制住他？”李长生盯着他道：“他的手再大，也抵不过常福的一根指头。你若做了常福的女人，是不是就成了常贵的主人？”何雅思索了一番，最终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李长生道：“学会服侍男人，最好能将他们迷死。”何雅生气道：“难道我的遭遇还不够悲惨吗？一个常贵欺负我就已经足够，你竟然还要我主动对别的男人投怀送抱？”李长生摇头道：“投怀送抱并不等于上床，你若做得好，只一个眼神就能让男人甘心为你掏钱，只走几步路，就能让一个男人甘愿为你去死。”何雅的确有那种资本，因为李云生第一次见到何雅的时候，就发自内心的觉得何雅比张云翠还要漂亮10倍。何雅除了有一副极为美丽的面孔之外，她的身材更好，该胖的地方绝不会瘦，该瘦的地方也绝不会多出一块肉。她的眼睛是最大的优点，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有时纯净无瑕，惹人怜爱，有时深如情丝，将人牢牢缠住。尤其是她微微一笑的时候，总是先微翘红唇，再用水汪汪的黑色眼眸望向你，绝对能让你的心淹死在里面。不过很显然，何雅已经许多年都没有笑过，笑起来脸上的肌肉都有些僵硬。但一个人若是心中有了仇恨，学东西总是很快，而且十分拼命。更何况万花楼的女人很多，而且个个风情万种，所以仅仅过了半个月，当李长生再次见到何雅的时候，心神已经不受控制，一双眼睛总是被何雅的一举一动牵着走。幸好李长生心中也已经种下了仇恨的种子，所以他最后还是清醒过来，在何雅的一个媚眼下，仓皇逃离了此处。何雅这里已经不需要他再担心，如今他要回到余杭镇布置下一步的打算。喜欢喝酒的人总是特别喜欢说话，无论真假大小，只要听到的都会说出来。所以仅仅过了3天，整个余杭镇的男人都知道30里外的县城有个万花楼，万花楼里有个头牌姑娘名叫何雅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就让4个男子至今100两，甚至不惜告到官府，抢夺何雅的归属权。常贵也率先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他又惊又怒，查到此事的背后竟然有李长生的身影后，亲自带着人来到李长生的家里，拿着棍子便照着李长生的头砸了下去。李长生擦了擦头顶流下的血，满脸谄媚地解释说：“常老爷可是冤枉我了，我不过是去那里采购粮食的时候，顺便进了万花楼，又无意间得知这里竟然有常老爷的情人，所以十分好奇地见了一面。哪知那女人长得挺漂亮，但毫无一丝灵气，所以就劝了2句，对他说：常贵老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若能博得他欢心，他一定不会亏待你。谁知那何雅竟然听进去了，问我如何博得常老爷的欢心，我又不懂，只能说让他多学学万花楼别的女人。常贵将信将疑，冷冷道：
这话我不知和他说了多少遍，他非但不听，甚至越来越讨厌我。为何他偏偏听你的话？李长生笑道：正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每一个男人都想征服自己女人的心，但老爷却用了最吃力不讨好的那一种办法。长贵疑惑道：哪一种？李长生道：金钱加暴力。女人都是吃软不吃硬，当他们的钱足够多的时候，就想要精神上的安慰。老爷不妨试试在这一方面想想办法，说不定有意外收获。长贵笑道：你小子在这方面挺有心得。小盛拿50两银子送给李掌柜，算是我赔礼了。不过长贵并没有试验的机会，因为常福也听说了此事，而且恰巧去了望花楼，直接就将何雅带回了常府。长贵气冲冲的又找了李长生，责怪他将此消息放了出来。李长生却是连连恭喜，他对长贵说道：若不是你找到了何雅，并将他送进了望花楼尽心调教，他又怎么能让常福老爷知道？所以常福老爷还要赏你，而何雅更是要好好感谢你。长贵苦笑道：我倒是不求赏赐，只希望老爷不怪罪我，何雅不报复我就行。李长生见状，便让长贵带他进了常府，亲自劝说何雅。第二天，长贵果然高兴地找到了李长生，告诉他常府已经赏赐了他，并且将许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来做。更主要的是，何雅对他也没有了怨恨之色。现在长贵显然对李长生十分倚重，甚至要介绍他到常府当差。就这样，李长生成了长贵身边的红人，可以自由出入常府。当然，他也将自己酒馆的生意带进了常府。何雅在常府很快便站稳了脚跟，因为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说话也很温柔，只是一个晚上，便让常福3、4天都魂不守舍。不过常福也知道何雅的魅力，她虽然年纪已经不小，但吃起醋来丝毫不比刚恋爱的年轻人小，所以他严禁何雅接触别的男人，甚至安排了一个最忠诚的丫鬟跟在何雅身边，时刻向她汇报何雅的一举一动。李长生酿了一种酒，俗称百花酒，托人送到了何雅的手中。这种酒少了酒的辣味，多了花的香甜，何雅极为喜欢，便将此事告诉了常福。常福尝了一口，笑着道：这是你们女人的酒，男人不喝。不过他还是重重赏了李长生，告诉他只要有百花酒就送到常府供何雅享用。何雅喝了百花酒，变得更香更甜，常福也更加魂不守舍。就算是好几次亲眼看到李长生亲自将酒送到了何雅手中，也没有责怪两人。何雅彻底变成了常夫人，虽然常福不让她管理府中的事情，但何雅说的话还是没有人敢违背。就像现在一样，何雅让人将李长生酿的百花酒全部堆到了他和常福的厢房中间。李长生依然在常府来回游走，此时他已经打听到自己的妻子张云翠在元武的折磨下，如今已经奄奄一息，被元武扔了出去。他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。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妻子，而是害怕与他接触会露出马脚。他趁着夜色偷偷将张云翠背回家中，又请了大夫，可张云翠还是没有挺过去，不到3天就撒手人寰。他只看到张云翠临死之前，两眼突出，死死地抓住他的手，用微弱但满是恨意的声音道：你若不为我和我们的孩子报仇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他轻声在张云翠耳边说了2句话，张云翠神色才平静了下来，满意地闭上眼睛。张云翠死后，他并没有为他办后事，而是先连打了自己10个耳光，因为这些日子他生活得太安逸了，差点就将仇恨抛到了脑后。他又偷偷找到了何雅，对何雅说道：我准备今晚就动手。何雅脸上出现了为难之色。李长生知道何雅也不愿意抛弃这富贵的生活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从背后将何雅勒死，嘴上却愧疚道：
若不是你知道我的计划，我又怎会杀了你？下辈子吧，我再偿还你。幸好那一天晚上，常福回来得很晚，也很累，并没有叫何雅陪他，而是早早地躺到了床上睡觉。睡到半夜的时候，他忽然闻到一股又香又甜的酒味，刚睁开眼，只见一个女子躺在身旁，伸手抹去，又冰又凉，竟是个死人。常福顿时惊醒，慌忙坐了起来，一看那女子两眼突出，舌头整个伸了出来，奇丑无比，竟是让他魂不守舍的何雅。常福大声喊着吓人，可没有一个人回应。他下床就要往外跑，正好被李长生挡住。此时的李长生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谄媚之色，他脸色阴狠，整个人散发着凌厉的气息，让常福顿感不妙。常福大声呵斥道：李长生，你想做什么？其他人都去哪了？李长生冷笑着自身上掏出了一个火折子，只冷冷地问了一句：你怕是已经忘了我的妻子张云翠了吧？还有我那未出生的孩子。话音未落，火折子已经跌落在地，常福这才发现整个房间的地上都流淌着百花酒。他疯狂地往后退，惊恐地看着窜起来的火苗将李长生吞没。这一瞬间，他猛地想到了何雅、张云翠，还有那些被他折磨死的女人，带着一张扭曲的脸，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，恨不得跟着那熊熊火焰冲上来将他生吞活吃。整个常府都着了火，甚至常福常贵的房子下面还藏了火药，发生了爆炸。一夜之间，常府被烧成了灰烬，却只死了5个人，分别是常福、常贵、何雅、元武，最后一个已经彻底成了黑炭。不过大家都怀疑他是李长生，因为那一晚常府的人都喝了李长生送来的百花酒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等醒来的时候，却是躺在一个死胡同里面，没有了常福。他手下的3个徒弟很快便将生意瓜分，常家的生意变成了他们自己家的生意。没有了常福，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觉得余杭镇的天更蓝了，就连夹杂着浓烟的空气也变得香甜起来。衙门里的人赶过来，匆匆调查了一番，认定这是一场仇杀，但李长生已经找不到，只是在李长生的家中发现了张云翠的尸体。大家李长生与张云翠合葬在一起，并请了和尚道士做了一场法事，但常府的4个人直到尸体发臭也没有人去管，最后官府不得不派人将他们胡乱地埋了。李长生、常福和常府成了余杭镇以及整个县城有钱有权的人口中的警示词。他们感叹着，一个人若是有了仇恨，就会无所不用其极，没有人可以防备，所以他们逐渐变得和善谦逊起来，不敢轻易得罪人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乞丐。余杭镇最后竟成了一个政通人和的地方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